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宣告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转折点。日本袭击珍珠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次典型的海上突然袭击，它最大限度地达到了战略上的突然性，从而对美军太平洋舰队造成了重创。从日本本地到达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所在之地珍珠港长达3500海里，相当于6500公里。那么日本是如何做到长距离奔袭而不被发现的呢？美军对于日本偷袭的机会又真的没有发现吗？按照日本海军传统的军事战略，日本的对美战略概括为：战争一开始，日本用全部海军力量去攻击美国的远东军事基地菲律宾，迫使美国海军前来救援。在途中，日本利用其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基地攻击美国舰队，使之实力削弱到大体和日本舰队实力相匹敌或弱于日本时，日本在寻找战机，在日本近海与之决战，以达到全歼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目的。这种以一大牢近海决战的传统军事战略，在日本的少数军事领导人看来是被动的、消极的，不但难以取胜，而且还会陷入持久战和越来越困难的境地，以致最后不得不投降。特别是由于新式武器的发展所带来的战争样式的变化，也许不会出现像日本所期待的那种舰队决战的情况。再加上日本的国力和美国相比相差悬殊，因此日本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在开战之初就抓住战机，积极作战，先发制人，对守军在夏威夷的美国太平洋舰队进行突然袭击，消灭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在战争一开始就使敌人处于守势，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根据这一设想，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等人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于1941年初提出了袭击美国珍珠港的初步设想。1941年1月7日，山本向内阁海军大臣及川谷治郎上呈了关于战略的意见书，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提出了袭击珍珠港的设想。在其第4部分中，山本详细地阐述了开战初期所应采取的作战方针和计划，主张用第1、第2舰空战队的全部兵力，趁月夜或黎明的光亮，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发起突然袭击，力求全歼停泊在珍珠港内的美国舰。之后，日本海军指挥部针对这一方案做了进一步可行性的研究，并着手撰写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以及在实际作战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到4月中旬，袭击珍珠港的方案进一步具体化，但是袭击珍珠港作战还有一系列难点难以克服。首先是一支庞大的航母编队横渡半个太平洋而不被发现是相当困难的，而珍珠港作战的成败的关键在于不暴露作战意图。因此，如果暴露，那么进攻就不是突然袭击，而是强攻，不但难以取得巨大成果，而且还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其次，袭击珍珠港是远距离攻击作战，途中舰队的补给、气候状况等问题都是相当困难和难以确定的。第三，即使有幸接近了珍珠港，也很难确定美国的主力舰队一定会停泊在港内。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技术性问题。珍珠港水域浅，深水鱼雷难以奏效，而浅水鱼雷的研制尚未成功，飞机的水平轰炸命中率低等，再加上南方作战需要大量的水上航空兵支援等，因此军令部拒绝采纳攻击珍珠港的作战计划。在黑岛等人的强烈要求下，军令部决定在9月中旬举行联合舰队图上作战演习，到时再对这一计划进行详细研究和重点审查。之后，日本海军在本州市的鹿儿岛进行了模拟训练，到1941年夏末解决了袭击珍珠港的所有技术难题和作战问题。为此行动的顺利进行，日本海军高层对文案昼夜研究并修改。10月12日，日本海军高官在联合舰队旗舰长门号上再次进行了珍珠港作战特别图上演习，使袭击珍珠港的方案进一步系统化。但是军令部的许多海军将领们仍对袭击珍珠港的成功持怀疑态度。经过激烈的争论，10月20日，大本营海军部最终决定采纳袭击珍珠港作战方案，并向联合舰队下达了秘密指示，于12月3日上奏天皇。袭击珍珠港想要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情报。因此，早在1941年3月，日本军令部就派出了情报部第8科的海军少尉吉川猛夫到珍珠港搜集情报。吉川分别就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训练情况、各舰只停泊位置、夏威夷周围美国飞机的巡逻情况以及美国舰队的活动情况等进行了全面侦查，同时利用日本客轮到美国西海岸撤离日本侨民的机会，
对日本袭击珍珠港航母编队的预定航线进行了侦查，对航线上的气候情况和洋面情况，以及能否在洋面上补给燃料和遇到他国商船的可能性等进行了全面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情报，无疑有助于达成首次突击的突然性。为了达到首次突击的突然性，日本在进攻时间的选择上也是经过严密策划的。为了便于实施突然袭击，进攻时间最好选在某个有月光的下半夜或第二天拂晓，而这天还必须是美国舰队的大部分舰只都停泊在珍珠港内的某个休息日。这样12月8日正好是阴历的19日，有下弦月，夏威夷时间是星期日，美国军队的休息日。在做好了上述准备工作以后，9月1日，日本海军省下令全面实行战时编制。10月初完成战备集结工作之后，袭击珍珠港的航空战队集中到鹿儿岛，进行针对性极强的强化训练。11月8日，山本命令攻击珍珠港的机动部队进入丹冠湾待命。11月26日，踏上了突袭珍珠港的征途。但日本偷袭珍珠港，单靠一个前期缜密的部署还远远不够。日本想要取得珍珠港的最终胜利，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有一个必备的难题，那就是他们如何骗过美国的侦察以及情报。那么日本为此又做了什么呢？日本在准备战争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其行为的政治伪装和战略欺骗，其核心是保证对敌实施首次突击的突然性。为了保障进攻的突然性，日本政府和军部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政治的、外交的和军事的手段，千方百计地隐藏其战略企图。1941年3月开始的日美外交谈判，成功地掩盖了日本袭击珍珠港的准备工作。1941年6月24日，日本陆海军部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明确提出了帝国为自存自卫，不惜对英美一战，确立了对美战争态势，并在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得到通过。在这之后，日本便在一轮轮的日美外交谈判掩盖下，抓紧实施袭击珍珠港的准备工作。8月16日，日本本军部召开陆海军部局长会议，明确提出以10月下旬为限，战争准备和外交交涉同步进行，到10月中旬，外交交涉仍不能取得进展时，就动用武力。但对外，日本依此保持和平的形象。日本海军将领野村吉三郎在递交给罗斯福的声明中，故意大谈和平问题。作为太平洋地区持久和平的理想，日本政府欢迎与美国政府对有关政策和行动基础交换意见。为了保持和平，日本政府准备做出共同努力，用和平方法解决整个太平洋的严重形势，意图维护自己亚太地区和平主义者的消息。然而又在本国积极地筹备军务，迎接战争的到来。10月18日，东条英机阻隔，日本加快了战争的步伐。31日，日本召开部长会议，决定立即丢掉同美国谈判的念头，12月初发动战争。今后同美国谈判是伪装外交。之后，日本又通过了帝国国策实行要点草案，规定把发动武装进攻之时问定于12月初，陆海军应完成作战准备，强调进行作战准备和外交谈判齐头并进。同时，为了迷惑美国政府，11月4日，日本政府派遣前驻德大使莱奇维特使前往华盛顿，协助野村继续进行日美谈判，以转移美国对日本准备袭击珍珠港的注意。第二天，日本御前会议最后决定了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日期。日本海军军令部下达了大海令第1号，预备12月上旬对美、英、荷开战，并命令联合舰队做好战斗准备。12月8日，山本发布联合舰队机密作战命令第1号，命令攻击珍珠港的机动部队进入战时待命，同时还千方百计给美国领导人制造一种假象，似乎日本政府深切关怀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两国之间的矛盾。11月底，日本政府在发给驻华盛顿大使的电报中指示，不希望你造成谈判似乎要中断的印象，你只声称在等待指示。12月1日再次给驻美大使发电报说，为了避免美方过度怀疑，我们已只是通过报刊和其他渠道宣布，即使美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某些重大分歧，但是谈判仍在进行着。随着美日战争的来临，日本的欺骗工作也进入高潮。12月1日凌晨，日本海军为了干扰美国无线电谍报工作，并掩盖珍珠港作战的企图，再次更换了1个月前刚刚更换过的舰队无线电通讯呼号。这一措施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它使美国无从知晓日本联合舰队的具体位置，
就在当天，金梅尔将军向美军情报参谋莱顿少校了解日本第1、2航空战队的所在位置时，回答说不知道，估计在日本本土水域内。实际上就在当天下午，日本的航母编队已越过东经180度国际日期变更线，向西半球驶去。有趣的一点是，日本航母编队在太平洋北部历时12昼夜的航行中，没有碰到过一艘商船，这样日本舰队就能隐蔽展开，隐蔽到达夏威夷群岛。为了达成隐蔽展开，日军还采取只参战的舰只严格遵守无线电静默，并使停留在日本海的海军部队和琉球群岛的岸基航空兵进行假无线电通信，其目的就是使敌人确信航空母舰编队没有离开日本水域。12月2日下午，日本的一艘豪华游船龙田丸号作为第2次撤退日本侨民的民船，从横滨起航，开往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这艘原定于11月中旬起航的撤侨船延迟达半个月之久，并且对这艘游船的起航情况，日本报纸做了大肆渲染，其目的就是使美国对日本的战争企图做出错误的判断。5日，日本又组织了3000多名海军学校的见习生换上大日本帝国海军的服装到东京参观游览，并且安排参观报社活动。12月7日，朝日新闻等报纸以3000海军勇士来社参观为题做了专题报道，其目的是要欺骗敌人，首先要欺骗自己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为了掩盖袭击珍珠港的战略意图，臆造了苏联武装进攻日本的威胁，好像这一危险迫使日本不得不准备同他的西部邻国进行战争。为此，1941年7月13日，日本进行了一次被称为关特演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动员，一时间运驳船只川流不息地来往于黄海与对马海峡之间。到9月份，关东军的总兵力已达到70万左右，飞机600余架，比动员之前的兵力扩充了将近1倍。日本的这一行动使美国相信日本将首先对苏联发动战争。1941年10月16日，日本近卫首相辞职，由东条英机接任时，美国海军参谋长斯塔克将军对亚洲舰队司令和太平洋舰队司令说，日本和苏联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战争危机。同时，日本为了增加欺骗效果，使美国丧失对珍珠港的警惕性。1941年7月下旬，日本还策划了对印度支那南部的入侵，一方面使日本获得了进攻东南亚的前哨基地，另一方面把美国的注意力引向东南亚，放松了对珍珠港的警惕。这一行动完全收到了预期效果。就在南云中一的机动部队从丹冠湾向珍珠港进发的11月26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在写给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的信中，斯塔克坚定地认为，日本向泰国、法属印度支那和缅甸3个方面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最大。这样，华盛顿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南方，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南方的机动部队已朝着夏威夷方向东进而来。面对日本的大军压境，此时珍珠港上的美军太平洋舰队的官兵又在干什么呢？他们又为何无法做出快速反应呢？美军就真的没有发现日本舰队吗？二战后，美国由于受孤立主义思想的影响，思想上、战略上缺乏战争准备。直到1940年法国战败后，美国在物力、人力以及心理上对战争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正是这样，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精神是避免战争。1940年9月，美国确定了对日政策的新方针，就是尽量避免和日本发生冲突，力图通过谈判迫使日本做出某些让步，维持一战后的远东格局。1940年11月，当英国袭击了地中海的意大利塔兰托基地后，美国保卫珍珠港的海军负责人希洛克就已经指出了珍珠港在防御方面存在的一些弱点，并建议迅速改善珍珠港的防御状况。陆军部长施廷生也曾下令，为了保卫瓦胡岛免遭突然袭击，应火速提供更多的拦截机、高射炮和雷达设备。由于美国思想上的麻痹，所以命令没有得到认真执行。12月，施廷生又向金梅尔建议，应当在港内舰列周围布置防鱼雷网。这一建议遭到了反对，理由是它将使舰道变窄，限制舰船出入。1941年1月27日，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向美国政府报告了日本人正在计划一旦与美国决裂，便出动全部力量大举突袭珍珠港的传闻，也没有引起美国当局的重视，更没有对珍珠港采取更多的防范。与此同时，美英两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一项 ABC-I 参谋协议，具体规定美国的战略和义务是大西洋与欧洲，而不是太平洋。
即所谓的先欧后亚战略。根据这一战略，美国陆海军联席会议通过了美国陆海军联合作战基本计划，规定美国的基本战略是在大西洋采取强大攻势和在太平洋采取守势。在太平洋，美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盟国的海上交通线，保卫中途岛和关岛等太平洋上的要地。陆军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菲律宾，没有强调保卫夏威夷。1941年夏，当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计划日趋成熟的时候，夏威夷美国陆军航空队司令弗雷德里克·马丁少将预见到了可能出现的最后结局。日本舰队以6艘舰母同时进攻瓦胡岛，每艘来自不同的方向。据此，他向美国陆军部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请求派出更多的飞机扩大巡逻，严防日本舰队的入侵。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研究报告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然而，尽管有了这些发人深省的预测，美国军政当局仍然认为夏威夷是世界上最坚固的堡垒。1941年5月，陆军部长在写给总统的报告认为，有了足够的空防，敌人的航空母舰、护卫舰和运输舰在距离夏威夷750英里的地方就会遭到空袭。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对瓦胡岛的大规模袭击是不切合实际的。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军政当局过分相信自己的军事情报和战略逻辑，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到菲律宾方面，企图把菲律宾变成阻止日本南下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障碍。当日本天皇和帝国统帅部最后批准了山本56制定的袭击珍珠港的计划时，11月5日，美国魔术破译了东京外务省发给野村大使的电报。外务大臣通知野村做出最后努力进行谈判，如果失败，太平洋的局势将处于动荡的边缘。此时的罗斯福还劝告赫尔要紧绷每一根神经，来满足和保持同日本谈判代表的友好关系，不要让谈判恶化或破裂。让我们别做加速危机的事情，希望尽量拖延谈判。11月15日，魔术接收了东京至日本驻檀香山领事喜多的一封电报，电报命令他每周2次报告港口舰船情况，这也没有引起美国军政当局的高度重视。11月27日，美军参谋长马歇尔和作战部长官斯塔克联合向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如果目前的谈判最终没有达成协议，日本可能进攻滇缅公路、泰国、马来亚、荷属东印度、菲律宾、俄国沿海省份。在美国看来，现在最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这就是说，美国早已意识到了同日本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但是美国还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需要推迟时间。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有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在袭击珍珠港前，美国军事当局却已掌握了日本有可能实施突然袭击的情报。其中有些情报已经直接泄露了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意图。然而，这些情报被认为没有特别重要的价位，而倍数之高阁。当战争爆发时，美国军队甚至还没有转入较高等级的战斗状态。美国陆海军当局连想也没有想，日本真的有袭击珍珠港的胆量。结果使美国舰队遭到极大的损伤，击沉及重创美军8艘战列舰、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摧毁188架战机，造成2402人死亡和1282人受伤。这次军事攻击对第2次世界大战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日本如今对于澳大利亚还是心有余悸。为什么澳大利亚会如此痛恨日本？日本又为何会害怕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之所以如此痛恨日军，是因为当时太平洋战争中，日军发动的一场比偷袭美国珍珠港规模还大，却鲜为人知的空袭战，历史上称之为澳大利亚的珍珠港事件。这个远离东亚主战场的军事基地，日军为何如此看重？甚至不惜出动4艘航空母舰、242架轰炸机和战斗机，对其进行致命性的摧毁。难道达尔文港对于日军的威胁已经大到远远超越夏威夷岛珍珠港的战略压制了吗？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是反法西斯联盟在太平洋战役中重要的战略阵地，也是澳洲通往亚洲的北大门。其主要盟友是美国。当时驻达尔文港的澳军以及美军共计1.5万人。虽说当时达尔文港的防御军事不算完善，但此地远离亚洲主战场，所以安全度相对较高。当时反法西斯联盟在东南亚多个岛屿都布置了军事枢纽点，要么可以切断日军战略部署，对其构成威胁，要么可以快速支援其他战场。而这个达尔文港，它的作用只是相当于后援部队而已，离主战场太远。日军的战略目标我们都知道，就是所谓的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其实就是想称霸亚洲，把亚洲变成其殖民地，进一步掠夺资源。
日军之所以对这个看似并不重要的战略要点进行疯狂轰炸，是因为当时日军已经渐渐取得了东南亚的制海权，攻占了绝大部分战略要点，甚至把英军也赶走了。那达尔文港这个曾经反法联盟的后援基地，如今就成了日军背后的一个危险品，必须拔除。达尔文港的空袭不仅没有任何预兆，而且这场轰炸从头到尾都散发着诡异的味道。1942年2月19日早上9点，10架 P-401战斗机护送一架 B-171空中堡垒轰炸机从达尔文港前往印尼爪哇岛，但由于天气恶劣被迫返航。9点15分，澳大利亚海岸巡逻队发现一群非同寻常的巨大航空编队正以由西北方向向他们扑面而来，随即他们马上给达尔文港军事基地通电，而当时达尔文执勤军官竟天真的以为这是10架正在返航的 P-401战斗机，因为那群巨大的航空编队和 P-401的返航路线完全吻合。接着噩梦来临了，达尔文军事基地的上空被密密麻麻的轰炸器和战斗机占领，随着而来的是无数的武器朝达尔文港口射去。刚刚返航不久的 P-401战斗机见状，试图再次起飞迎敌，然而一切都晚了，3架还没起飞就被摧毁。另外7架是成功起飞了，但当时的飞行员大部分都是不满20个小时的新手，与日军训练有素的飞行员相比，结果可想而知。不仅仅是日本空军在轰炸，预先开到指定地点的4艘日本母舰也锁定了达尔文港，维持了1个多时辰的轰炸。反法西斯盟军700人和达尔文港口的所有军事设备、战斗机、军舰、商船尽数化为灰烬。澳大利亚人举国震惊，以为日本人就要攻入澳洲岛了，而这仅仅是开始。还没过1个小时，又有一波日军轰炸机袭来，开始了第2轮轰炸。1942年到1943年期间，日军对澳大利亚的轰炸林林总总多达100余次。这个远离日本战略进攻区的澳大利亚，也逃避不了战火的波及。更让澳大利亚人无法原谅的是，在新加坡战役后，日本人要求英澳战俘去修死亡铁路。1941年珍珠港轰炸的同时，日军大举拔除同盟军在东南亚的战略据点，其中就包括英澳联军在新加坡的同盟军基地。新加坡殖民地是当时大英帝国皇冠上的一枚小宝石，最初由英国将军亚瑟·波西佛镇守这副树之地，这也是日本进攻新加坡目的所在。因为截止当时，在中国战场中，日军的战略储备只够用3个月了，所以日军必须通过开辟东南亚殖民地来获取战争资源。12月8日，在日军突袭珍珠港的同时，也展开了对东南亚同盟军殖民地，包括美属菲律宾殖民地、英属马来亚殖民地的战事。日军兵力仅4万人，加上150多辆坦克，以及配备370架飞机，远没有英澳联军的势力多。但就是在如此优势下，由于英军统帅的错误指挥，被日军打了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这直接导致了马来失守，英军由此从马来退守新加坡。而又在这关键时刻，由于当地最高英军统帅帕西瓦尔对日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导致日军得以顺利从西边遍布灌木和沼泽的不利于行军的地带登陆。这个西北海岸的登陆点正是澳大利亚部队所防守的。西线突破后，日军才从新加坡东北方的开阔地方登陆，于是与澳大利亚的主力部队展开了搏斗。澳军起初占优势，但当该旅长听说西岸已被日军突破，且已经打进新加坡市区的时候，竟因为怕死而违抗命令，擅自率部撤退。新加坡要塞的第1道防线就是这么被澳军拱手送给了日军。渐渐的，日军占领了整个新加坡，英澳军成为了日军的俘虏，数万名同盟军遭遇惨无人道的对待，并且日军把绝大部分战俘押送到泰国，去修理连接缅甸和泰国的铁路，以完成战略物资补给。死亡铁路所在区域位于泰国北壁府西部地区，是气候炎热且瘴气肆虐的荒无人烟之地。日军用武器逼迫战俘们没日没夜地修葺铁路，而且对于食物的饮水供给极少，进度慢了就用鞭子狠狠抽打。400多公里的铁路周围随时都有战俘死去。据统计，原计划6年完工的铁路，在此种情况下仅用了17个月便完工了。因修葺死亡铁路而死亡的战俘人数超过10万，其中澳大利亚2815名无一生还，再加上新加坡战争刚刚结束时，死亡人数已经无法统计。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梁子算是结下了，而且是血海深仇。然而当时日军已经成为了东南亚海上霸主，英美两军不得不被迫转入防御阶段。但由于日军战线拉得太长了，再加上日军急于求成和冒失指挥，日军的防御体系并非牢不可破。直到1942年4月18日，美国杜特尔特中校命 B-25轰炸机空袭日本东京，实际损失虽然不大，但这给日本人，尤其是日军造成极大的心理震撼。这也是美国2战的首次胜战。紧接着在5月3日起为期5天的珊瑚海战役中，美军遏制住了日军的攻势。日军为了全歼美军在太平洋的航空母舰舰队，
在6月3日，日本海军出动的舰艇350艘，飞机1000架，兵力10万，几乎是把联合舰队的家底都掏出来了。然而战役失败，自此日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到了1943年，日军渐渐失去制海权，海域被同盟军牢牢把控。日军先前占据的战略要点，变成了一个个孤立无援的死亡囚笼。直到1944年3月30日，新几内亚战役的打响，这意味着澳大利亚复仇的机会来了。当初日军在取得制海权的时候，把包括不列颠岛屿和拉包尔在内的机场和海峡建设成了南太平洋极其重要的海空基地。而当时面临着2大威胁，一个是澳大利亚，另一个则是新几内亚军事基地。在经过日军高级军官的多次商讨，日军决定不进攻澳大利亚，而选择攻击澳大利亚东北部的世界第2大岛屿新几内亚岛。日军企图把澳美盟军在南太平洋最重要的战略枢纽变为自己的战略基地。除此之外，新几内亚还是拉包尔最坚韧的一道防线，所以日军一直不断地往新几内亚岛增兵。可日军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个曾经是同盟军在太平洋中最肥也最难啃的一块肉，最终导致近20万日军的命丧于此。这也是同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中由守转攻的一个重要节点。8月17日，在经过美军第5航空大队的大规模轰炸后，终于摧毁了日军航空的有生力量，进一步夺得新几亚内的制空权。澳美联军在美国海军的掩护下，成功登陆新几亚内重要据点莱城东面。于次日，在莱城西面登岛的美伞兵团夹击莱城，经过20多天的猛烈攻击，莱城9000多日军弃城突围，向北部山区逃遁。此刻围绕着新几亚内的日军强力据点仍有多个。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军名将麦克阿瑟上将创立了著名的蛙跳战术，分2方面，一方面把一些日军残兵逼向其重要据点，另一方面采取佯攻策略，以迷惑日军，找准机会越过日军强力据点，利用相关岛屿做跳板，以此突破拉包尔的右翼方线。澳美采取蛙跳战术，西进了1800英里，终于到达了新几内亚最后一个据点鸟头半岛。多股敌军被孤立的同时，美澳军也沿着新几内亚岛建立了一系列海空军基地，切断了新几亚岛敌人与外界的联系。此刻新几内亚岛已被封锁，但无法攻入岛内，因为岛内维瓦克地区有将近20万日军，所以美澳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战术。日军得不到补给，最后终于撑不住了。97%的日军在这场战争中丧命，日本选择了投降。而澳大利亚人的怒火无疑把日军心中的恐惧最大程度地释放出来。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澳大利亚强烈要求惩治战犯。据统计，澳大利亚在当时处决了包括日本天皇裕仁在内的140名乙丙级战犯，是同盟国中最不留情面、处决战犯最多的一个国家。这国正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同时，面对苏联、英国和美国3个大国的进攻，意大利则在上一年投降。新政府一成立，立即向德国宣战。战争至此，轴心国集团已日薄西山。不过，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仍对日本的未来抱有希望。他认为，想要夺取最终胜利，必须在美国增援到来之前，与国民党重庆政府速战速决，瓦解中国抗战的中心四川，令中国西南地区门户洞开，日军就能趁机扫清中国后方，掌握战场主动。新增的激战即将上演，面对将来临的狂轰滥炸，国民党政府能否顶住压力予以回应？而日本军国主义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1945年年初，日本皇宫都被一对神秘的轰炸机炸成了废墟的事件，令天皇震怒。初步判断这些轰炸机来自中国，但由于查不到袭击者是从中国哪个机场起飞的，日本军队开始大规模的疯狂集结，向衡阳、保庆、桂林等机场发起了猛攻。先后有7个空军基地和30多个飞机场被日军占领或摧毁。但令日本恼怒的是，拿下这些机场之后，日本本土遭到的袭击并没有结束，神秘的飞机编队还是不断从中国起飞，来到日本本土疯狂投弹。日本人在经过大规模排查之后，最终锁定了芷江机场。芷江地处雪峰山西麓湘西边陲地区，国民党于1938年1月在此处修建了大型军用机场。经数年发展，芷江机场在1945年初已经成为远东第2大军用机场。著名的飞虎队及其准将司令陈纳德也驻扎于此。从这里起飞的轰炸机不仅多次威胁到日军在台湾的空军基地，还给日本本土带来巨大损失。芷江的战略位置优渥，距滇黔门户前处咽喉的怀化市仅39公里。
芷江机场也由此成为湘黔、湘桂、湘西地区军用物资的重要集散地，也是中国军队反攻日军的战略基地。此外，芷江机场的军机也保卫着华中的制空权，不仅能快速对中国地面部队予以支援，而且有效钳制了日军在华的交通要道，是日军的心腹大患。为了摧毁中国的空军力量，以及实现东南亚战区合成一片的构想，日本中国派遣军指挥部在1945年1月下达了攻占芷江一带、摧毁敌前进航空基地的指令。日本第6方面军在接到调派后，当即派出20军和11军一部作为主攻，并与日本其余部队会合，一场大战迫在眉睫。1945年4月9日起，日军分3路强渡滋水，分进合击，目标指向湘西要地芷江。湘西会战正式打响。宁乡益阳的日军从北侧辅助进攻，17日西犯桃花江，被毛泽东评价为骄如虎、勇如虎的常胜将军胡琏率领第18军与日军血战2昼夜，日军退返益阳、宁乡。北路日军于4月9日向蓝田、新化方向进攻，韩俊、梁之六、唐生海各率师部逐次狙击，日军遭到重创，攻势骤减。其中第73军中将军长韩俊曾指挥2个团的兵力，在日军尚未发起总攻的时候，对其主力先发制敌。在他的攻击下，日军第47师团被打得节节败退，连续2次增兵才抵挡住国军的进攻。南路西宁方面，中国守军英勇拒敌，在4月12日至15日间，依托有利地形，以1个营的兵力抵挡住日军34师团数千主力的3日强攻。4月15日，34师团得到68师团、58旅团的增援后，又在西宁激战1日。该营在给敌人造成数百人的伤亡后，因自身伤亡过大，被迫后撤，西宁失守。4月16日，攻陷西宁后，日军开始强渡污水，然而国军已在此等待多时，一旦日军渡河，就会立即发起进攻。在船上的部分日军全军覆没。在这之后，日军曾数次尝试，但都没有渡过河中部就被炮火轰退。无奈之下，日军开始转战武阳。武阳是绥宁、洞口至洪江的交通枢纽，但武阳中国守军很少，激战2日以后丢掉大半个武阳县城。得知武阳受压严重以后，44师于4月29日火速增援武阳。武阳日军侧翼突然遭遇中国军队突袭，只得停止进攻，回头对付44师。而此时，中国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伯恩大胆判断对方已处于强弩之末，所以立刻从贵州黄平镇远调集94军援持武阳，决心首先击溃68师团。4月30日，94军开始向武阳附近日军发动总攻。2日之内，武阳附近日军和94军稍一接战就狼狈逃窜，根本没有做有力抵抗。中美联合空军的2个编队的野马式和14架 P-40鲨鱼式战机也来助战，连续几天轮番攻击武阳附近据点的日军。1945年5月1日，第13团轻松解了武阳之围，中国军队士气如虹，随即追击并且占领全部制高点。在进攻武阳的同时，68师团余下所有主力，包括师团的坦克部队在内，也在全力进攻战役关键重镇武冈县城。4月27日，进抵附近武冈城郊时，此时武冈仅有74军下属1个营的兵力驻守。作为从古至今的军事重镇与交通要道，湘西会战的胜利与否与武冈的存亡有直接关系。如果武冈城破，日军就可以直接冲向芷江。一旦占领芷江空军机场，那么日本就能切断美国向中国的援助路线，同时也失去了一个能威胁到日本本土的军事要地，而且位于西南的大后方也危在旦夕。事已至此，城池告急，日军能不能攻下武冈，而少之又少的中国军队又该如何坚守？或许在日本长官关根久太郎眼中，拿下武冈轻而易举。前有玉江桂会战中中国军队节节溃败的刻板印象，再加上此番自己10倍于武冈守军的兵力，以及大量先进的坦克、火炮等攻坚武器，而大部分日军都持相同观点。当时，日军一个长满络腮胡子的小队长，在得知武昌只有1个营的守军后，甚至扬言要在几个小时后坐在武昌城里剃胡子。战斗开始后，日军大量坦克以及数百门火炮对武冈城进行狂轰滥炸，武冈告急。
但出乎意料的是，而城中仅仅一个营的中国守军依仗武刚的城坚持固，与日军血战，竟让使用着大量攻坚武器的日军束手无策。这也几乎创造了抗战史上的一个奇迹。为了拿下武刚城，不择手段的日军68师团开始通过抽签的方式，强迫军队中的150人组成敢死队。他们拿着炸药，嚎叫着冲向炸武刚西门，企图借此方式将坚硬的城墙炸毁。绝大部分丧心病狂的日军还在冲锋的过程中就已被守军击毙，而少部分得以靠近，将城墙炸开一个缺口。正当日军认为希望就在眼前，准备发动猛攻时，城中守军立即在城墙上以重机枪、冲锋枪等重武力掩护，打退了日军的进攻。而城中的百姓则利用装满沙石的麻包将缺口堵住，断绝了日军冲击武刚城的希望。经过7天7夜的激战，武刚城下堆积着大量的日军尸体，而因猛烈的炮火，武刚守城的士兵也受到了惨重的伤亡。几处城门被炸得像野狗的牙齿，这是一些国外的学者在引述湘西会战时将其称为小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由于武昌是湘西南的重要通道，军事重镇，第4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下令44师驰援武刚，并向美驻华空军飞虎队司令陈纳德请求空中支援。援军的到来使武刚守军士气大振，当即向日军发起反攻。在得知关根部队在溃败中狼狈溃逃后，中方高层军事长官才长舒一口气，将目光转向了地图的另一处地点，那里战局同样打得火热。除南线的武刚城外，中路邵阳方面同样是日军进攻的重点。驻守此处的第100军军长李天霞率部沉着应战，在每一阵地都对日军造成很大杀伤，各据点守军也很多壮烈殉职，战斗相当顽强。4月17日，日军进军至放洞，敌军的中央兵团原企图与南路日军配合，在洞口至武刚间围歼中国军队主力，但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后，改变计划，打算继续西攻，直取雪峰山。李天霞部在空军的支援下，打掉放洞附近顽敌，挫败日军的反扑阴谋。4月30日，第3方面军牟廷方部由湘前边向武阳带头冲锋。5月1日前后，湘西各部陆续有反攻行动。到了5月5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紧急电示，进犯湘西之敌已经受挫，全军应急转入反攻。北路韩俊军唐生海师2抵6师猛攻，沉重打击了新化方面日军。5月5日，唐生海师迂回攻克巨口铺，师中成军反攻新化以南的日军。南路牟廷方率部进入武阳以北。5月1日，李泽藩部光复武阳。6日，蒋修仁部在收复新宁城后，又联合守城部队夹击日军，最终解除了武刚之围。中路王耀武方面军在反攻中遇到日军猛烈反抗，李延师奋力反攻洞口日军，克复天山门。洞口日军又行反攻，师中成军赵继平师等奋勇狙击，在天山门洞口一带与日军反复争夺，最终这一带日军各部被中国军队分割包围。日军第47师团第131连队长仲广川岛被韩俊军击毙。至此，向湘西进攻1个月之久的日军一直被隔绝在雪峰山东路，始终无法突破阳西、江口、瓦屋塘、武阳一线。这一点在日本战史也有体现。日军在雪峰山山脉攻击受挫，不断伤亡，陷于苦战。日军最终放弃芷江作战。8日，日军彻底溃败，各部近乎无秩序的后退。后方的日军调其第64师团5000余兵力，在5月中下旬陆续由长沙进抵湘西、永丰、青树坪间地区，企图接应溃败主力。16日，李玉腾集团军阻击自全线北上的日本援军第34师团。5月25日，杨蒙师攻克桃花坪，至27日进攻芷江的日军大部被歼。6月3日，湘西各部将日军完全击退，日军于6月7日返回原出发地，战役以日本的惨败告终。在湘西会战之役，日军在其攻势阶段即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堵击围攻，未能攻抵目的地芷江，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中国军队获得巨大胜利，消灭俘获了大量日军。据日方战史记载，自4月至6月，湘西芷江作战中，日军伤亡26516人。在中方记载中，日军伤亡36358人，其中击毙12498人，俘敌247人。
缴获大小火炮24门，步枪1300余支，机枪100挺，战马347匹。湘西会战之后，日军成为强弩之末，开始从广西向北收缩兵力。中日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已经结束，中国的反击即将开始。